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感恩大家来参加线上读书会。今天晚上我们读书会的主题是：与其养儿防老，不如养老防儿。这句话听起来是一句戏言呐，说起来也很好笑，但听起来却很心酸哦。其实这也是一句非常贴切又辛辣的时代写照，带有一种时代价值观的对比跟反讽啊。它道出了我们这一代人啊，甚至我们父母亲那一代的人啊，从期望到失望啊，从依赖到自保的心态的转变，反映了整个社会价值观、家庭结构啊，甚至人跟人之间情感的转变啊。那在我们传统的观念里呢，都是认为要养儿防老嘛，也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呢，抚养孩子，等老了以后呢，就由孩子来照顾我们来回报双亲呐。那传统的观念也是认为，孩子就是父母的老本呐。传统的家庭结构也都是以子女为依靠认为多子多孙多福气啊。那加上以前人口没有现在老化这么严重在过去没有健全的社会福利制度之下呢，老年生活几乎都是靠子女来奉养。从前的人说，100岁父母常忧80儿啊，即使自己已经是100岁了可是儿女也是已经白发苍苍了嘛。可是在这个100岁父母的眼中呢，这个80岁的这个儿子呢，还是他的儿子啊。那这种牵挂是出于本能也是深情的延续啊。那现在随着这个医疗进步越来越多家庭出现双老家庭也就是说年迈的父母呢跟年迈的儿女共同生活甚至呢两老还要互相照顾还有更心酸的是什么？年迈的父母还要照顾年轻生病的儿女，还在担心儿女的健康啦、婚姻啦、经济啦跟心理状态等等那这种关系的转变就更复杂了也有70、80岁的儿女要照顾90多岁的双亲或是儿女都已经是高龄长者了，依然对儿女的牵肠挂肚，逃不过那份无尽的爱过去的社会，父母尽一切力量养大孩子，只求老了能够有个靠山嘛有人端茶送水啦，有人听你讲话啦有人为你养老送终啦。但是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多人反而是在养老防儿意思是说，老人反而要准备好老本，来防备孩子啃老、脱产或者不孝。现在这个时代观念变迁得很快，生态跟以前也很大的不同现在的子女未必会奉养父母甚至变成啃老族或者伸手族把父母当作提款机都有有些老人呢，甚至被子女设局转移财产逼迫签立遗嘱啦或送到老人院因此现在的老人反而要懂得保护自己甚至提早安排信托来保住自己的财产所以现在的养老变成是一种什么自我防卫机制不是为了享受老年而是为了避免被子女剥削。传统的家庭伦理从过去的家族倾向转向现在的个人主义现在的年轻人因为生活压力大，负担沉重因此呢，孝养的能力跟意愿也逐渐下降了，亲情逐渐被金钱跟现实所取代，家庭关系也会变得比较功利主义然而即使如此亲情也不应该是冷冰冰的条件交换而是心跟心的温暖互动那这个就要看我们如何去经营亲子关系甚至呢重新定义孝跟养的意义。
现在的孝顺不是一定要把父母接来一起住啊，有些父母也不太想跟孩子同住啦。那孝顺父母也不是每个月都给多少钱而是有没有把父母放在心上有没有定期打个电话问候啊，或陪父母吃一顿饭啊，有没有让他们觉得让父母觉得不是是被遗弃的人啊。讲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事情，但是要做到也不是很容易哦。也因此证严上人对孝顺的定义是怎么样呢？不让父母操心烦心就是孝顺了。也就是说，现代人对孝顺的定义性质上也是有所转变的不过话说回来了养老也不应该只靠孩子现在的老人反而要学会自主养老也就是保有自主经济，活出自己的生活节奏，不要成为孩子的负担，也不要让孩子有压力，这样子孩子才会成为孝子。也因此我们才说，老了也是要做好自己的生活管理把自己照顾好也是一种责任叫做责任管理管理里面的其中之一叫做责任管理生活啦、健康啦跟身体没有照顾好，不但自己辛苦也会连累到子女造成久病无孝子所以老了也是要乖一点，尽量祝福孩子不要管太多孩子的事情，儿孙自有儿孙福啦。我有一位亲属他的儿子是独生子没有兄弟姐妹嘛。当这个儿子看到别人父母生病的时候，都有兄弟姐妹轮流照顾他马上想到说，将来我的父母老了生病的时候，只有我这个儿子没有人可以轮流照顾那到时候要怎么办呢？他马上想到这个问题。那其实我的2个女儿也都是结婚，但没有生孩子以前他们也是会问爸爸，那这样子我以后老了怎么办？我跟他讲出家人也是没有结婚生子他们老了要怎么办？但是出家人并没有担心这个问题佛陀也是有结婚生子，但是佛陀涅槃的时候并没有靠妻子跟儿子不是吗？对不对？其实人人各有因缘没有对错了那新闻也是有报道首富往生了3个儿子为了争遗产而彼此对簿公堂3个儿子有比较好做事吗？好像也没有对不对？凡夫就是这样的，有的烦恼，没有也有没有的烦恼，不是吗？叫做烦恼无尽誓愿断那这个时代的观念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旧社会的观念是什么？养儿防老嘛甚至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不同了现在是养老防儿不要只想依靠孩子，靠自己比较可靠了。子女未必会奉养父母，自己要有这样的心理准备。老了反而要懂得保护自己。其实现在的社会制度改变，政府也积极在建构社会制度加强长照跟日照的服务来减轻老人对家庭或子女的依赖。而每一个国家在面对人口老化所采取的这个因应的方法中呢，也各有不同我们先来看看亚洲几个人口老化比较严重的国家的排名各位来看看这张表，依序是日本、南韩、台湾、香港、新加坡再来是中国。那日本因为老龄化严重嘛，连带影响国家的劳力短缺造成照护老人的压力很大。南韩更是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那人口老化速度也很快也最快韩国台湾从今年2025年开始进入超高龄社会国家，这个也是造成老人家的家庭照护负担很重那养儿防老的观念为什么正在改变呢？主要原因把它归纳起来有4个。第一个，家庭价值观的改变从过去的抚养父母是责任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到现在是强调个人自由跟自我实现，变成照顾父母或以何种方式来照顾父母，被视为它只是一个选项，而不是义务啊。那很多年轻人甚至认为，我没有办法选择出生呢，那为什么我要回报呢？这样的想法也是有。第二，经济压力巨大了，现在的年轻人呢负担很重，因为低薪、高房价、高教育成本，自身都难保了。那有些反而是啃老不工作，要靠父母金援呐，甚至掏空父母的积蓄都有。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例子啊。第三，家庭结构缩小，因为生育率低、少子化，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嘛，无法分担照顾父母的压力啊。例如一对年轻的夫妻除了自己一个孩子或同时要照顾4位长辈跟1个孩子，那这样的承担有多沉重，各位可想而知啊。第四，法律有规定，但现实难执行台湾的民法第1114条，虽然有规定说子女有抚养的义务，但是如果子女能力不足或者消极失联的，长辈也是很难得到保障对不对？所以以上这4个因素就是造成无法养儿防老的原因那现在为什么要养老防儿呢？因为人老了也是要懂得自保嘛，自保第一啊。与其期待孩子来养我们，那不如先确保自己过得很好。老人要有自己的储蓄跟退休金以及房产的控制权不能轻易转名或者赠与这个是要避免晚年时候沦为人财两失这种例子在我们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养儿是出于父母之爱，那不应该是一种交换最好也不要有所求太依赖孩子来帮助我们，或来帮我们养老，容易产生失望跟怨怼。因为孩子也会面对刚刚我们上面讲的那个四种困难跟压力他们也是很无奈即使有孝心，也会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个是现实的状况嘛。也因此会造成曾经对孩子辛苦的付出却得不到回报，造成为人父母的身心俱疲尤其当我们父母的自己也要清楚一个道理就是孩子是来体验人生的，不是来还债的啦。话虽然这么说了现实生活中的确有亲子之间是来互相讨债的不过当然也有人互相来报恩的啦。那这些都是另外不同的状况。佛法上叫做共业有些家庭是共恶业，有些家庭是共善业。那既然时代在变，从过去的养儿防老到现在的养老防儿呢，我们的智慧要如何才能跟得上呢？过去的农业社会，每一个家庭呢，孩子很多，亲情浓厚，民风淳朴，人心善良那子女必须依赖父母的资源跟土地而成长嘛。因此养儿防老是人们普遍认为很合理的事情现在的人是拥有的多，付出的少，期待的多，感恩的少。这就是佛法所说末法时期的人心不古，道德沦丧，人心险恶加上天灾人祸又偏多也就是说充满着癫狂慌乱的这个五浊恶世这样的人心不古也是深深影响着孝道的传承跟永续甚至最近各位都有看到新闻报道弑父啦、杀母的啦，害人事件也是时有所闻这更是要养老防儿甚至比养老防儿有过之无不及不过我们也不能斩钉截铁的说要养老防儿，不要养儿防老这样说就太武断的了现在也是有很多养儿防老
令人感动的孝心故事啊。所以总而言之呢，现代的社会不是不能养儿防老，而是不能只靠养儿防老。尤其做子女的要做到对父母的爱要懂得给予，做长辈的呢要能够做到对子女的爱要学会等待，把自己照顾好是对孩子最大的祝福啦，让孩子快乐的长大，没有压力，对是对孩子最好的成全。台湾社会中，老父老母被子女赶出门，被子女弃养的真实案例也是有啊。不过在慈济志工里面呢，有人年轻时辛辛苦苦的养大5个孩子晚年的时候靠自己做志工，当做生活的寄托跟依靠，生活还是过得快乐自在，各种状况都有了。那我们既然是父母的孩子，同时也是孩子的父母，我们的子女也在看我们是怎么样去善待我们的父母，来决定将来他们要怎么善待我们。这就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嘛，叫做有样学样啊。那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一些家庭呢，父亲或母亲的长期卧病，那不论为人子女是用什么心态来服侍，日子一久，还是会落入久病无孝子的这个口实啦。那我的父母就是很自立自强的老人家，我爸爸在世的时候呢，常常用开玩笑的口吻跟我说：“你做孝子不是你特别孝顺呢，是我跟你妈妈很乖呢。”这句话是蕴藏很深的哲理跟智慧至今我铭刻心版，永志不忘。2位老人家说自己很乖，那就是他们在养老防儿啊，自己照顾得很好啊，他不去麻烦子女啊。我爸爸生病的时候，甚至自己去看医生啊。有一次呢，他自己跑去基隆长庚医院去动那个射护腺的手术回家后才让我们知道他就是不想麻烦子女。养儿防老不是不对或不好，而是有风险万一碰到不孝子或啃老族，那就会有不幸的晚年其实这种例子生活周遭也是很多我父亲说的很对是2位老人家很乖，再加上我们为人子女的没有让父母操心烦心，所以没事就是好事。但是人总是会老会病甚至还会死那到时候怎么办呢？其实也很简单先不要管是久病无孝子，或病多久还是孝子，病多久不是孝子，不要想这些，只要想想希望将来我们的孩子怎么对待我们，我们现在就应该怎么对待我们的父母，这个就是身教，更是因果定律能这样想呢，就会知道该怎么做了。正言上人说不让父母操心烦心的孩子最有福也开示说，父母对孩子不要操心烦心，要多用心，这些都是充满智慧的至理名言我们是否对孩子要求太多而成为苛刻呢？成为苛求呢？是否对子女操心烦心，而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别人眼中的不孝子？是否对子女期望过高，而让孩子很痛苦？我们都是父母的孩子也同样是孩子的父母要如何把角色扮演好？我这对慈祥的父母已经给我很好的学习榜样所以降低别人的标准，提高自己的水准这句话就意思就是说，待人以宽，律己以严我们因为宽待别人而有成人之美，那别人因为我们的宽待而充满感恩，所以我的父母就是降低我当孝子的标准而成就我当孝子这就是我的父母提高了他们的水准同样的道理我跟我家师姐也是降低我2个女儿的当孝女的标准，这样我跟我家师姐也是很有水准的对不对所以降低标准是给别人成长的空间，那提高水准是给自己成长的目标两者合而为一，人生航向一定精准
那在正言上人的观点中呢，他也经常提醒我们，要去常照别人，不要让别人来常照我们。意思是说，不要只依赖别人来对我们担忧照顾，而是及早自立自强。然而，也是有些老人家明明身体有病，他就是不看医生哦，造成小病不医变大病，结果病情严重的时候，不但自己辛苦，也连累了孩子啊。这就是没有负起照顾自己的责任啊。我爸爸会替我们着想，我们也应该替我们的后代着想啊。也因此，我对我2个女儿的孝顺标准是刚刚讲的啊，不让父母操心烦心，就是孝顺。这样就比较容易做得到了，对。好，我们今晚读书会，与其养儿防老，不如养老防儿，就讲到这里。大家会感觉今晚的分享时间好像缩短了一些啊。没错，我们从这一集开始啊，我们读书会的时间从原来的30分钟改为20分钟，这样更能够契合时代的潮流啊。那更方便大家来聆听了啊。大家都很忙嘛哈。好，祝福各位法喜充满，福慧上修。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那是生生世世